拆解100首氛围电子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tin， 今天来给大家拆解的这首作品呢，叫做 Never Too Late， 它的作者呢是 Alex H 和 Lumitic， 他们一起创作的一首旋律渐进的作品。但是这首旋律渐进的作品和其他我们经常听到的旋律渐进的作品呢，会略有不同。所以今天我们来拆析3个点，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制作人朋友们。OK， 我们先听到这儿。那么今天我要说的第一点呢，就是关于这首作品的一个核心框架的一个节奏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的很多旋律渐进作品，它都切的比较像切分音也好，带浮点节奏也好，它都是听起来很活跃、很活泼的那种。那这首呢，就是比较相对中规中矩的8分音符的节奏啊，我们听一下。非常的均匀，每一拍里面2个呜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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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节奏，听起来好像很像土嗨，但是它其实不像土嗨那种是只有后拍反拍的东西，它前面一拍也是有音符的。比如在我这个拆解的这个工程里，我们能看到啊，这个节奏，它是均匀的，前拍后面的反拍都有内容。那如果只有反拍的话，听起来是这样的。抽吸感会特别的强，会缺少很多的一种连贯性。所以如果你是做土嗨或者做 EDM 那种抽吸感强的、节奏感强的那种，那你可能用这个方法会好。但大部分的我们所听到的那种旋律渐进的作品，基本上不会有大反拍那种写法的。但有一些学员，他们交的作业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写成那种反拍的形式，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8分音符的节奏，这个虽然都是连贯的8分音符，但是加上侧链了以后，就感觉好像前面的那个不见了，就以为只有反拍呢，但实际上是有前面那半拍的啊，所以这是这个作品的一个不同但不是说这个它就很特别，其实有很多旋律渐进作品也在用这样的节奏，但是呢，比如现在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到一个制作人，就是双人男子组合马凯和卢卡斯，他们就用了很多作品都是用这种节奏写的。那这种节奏呢，听起来很普通，所以呢，它就缺少了一种好像灵性啊，那种活跃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因为你的基础框架的节奏很稳定、很普通，你就可以加其他更加抓耳的、更加复杂的旋律也好，更加复杂的节奏的爬音也好，或者其他天马行空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普通的节奏框架在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柱的作用。你在上面再怎么花，就不会显得乱。如果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的这个和弦、贝斯这些节奏就切得很碎、很切分音、很3连音、很怎样的，然后上方的元素也都是各种切、各种复杂的节奏，那你这个作品很有可能就在失控的边缘，就是节奏太复杂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把你的爬音变成普通的节奏，让它贯穿在里面那现在这个呢，就是以框架为核心贯穿在里面。所以总之我们都要有一些稳定的东西和一些特别的东西互相搭配着走那这就是这个节奏的一个可变动灵活性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在自己的作品里尝试一下。我呢偶尔会使用这样的节奏型，但是大部分都是别人厂牌找我来去说，让我邀请我做个 remix，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去用这个节奏去做 remix， 因为通常那些原版的节奏都是很灵活、很切、很3连音什么之类的那我就会用这个节奏给它做一版 remix， 那首先听感上不同，那其他的这个写法上也不是那么容易撞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好，这是第一个要分析的点。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说的点就是还是这个和弦的这个元素。通常我们的这些听到的旋律渐进的作品呢，都是8×8拍为一个乐句，对吧？然后在这个8×8拍的乐句结尾之后处可能会做一些和弦上的音色上的变化，让人感觉到情绪在推进，乐句已经结束，要进下一个乐句了，然后怎么样的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呢，有一些作品它的和弦靠的元素就是普普通通的和弦靠的元素，它不用在里面
要去开关怎么样的，就在里面填补一个普通的节奏律动就好了。我有几首作品也是这么写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来听一下它这个地方啊是怎么个不动法的。我们发现了它的和弦音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不像做其他那种哒，你可能有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cut off 的开关，然后去推这么一下子，它就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你想做其他，你需要用其他的元素来去做乐句中间的变化也好，做一些填充也好，那就是其他元素要想的事情了。那它又弱化了这个和弦的一个作用。其实我们在很多人在做旋律渐进的作品的时候，都会死抓着那个和弦扣的不放啊，然后把它写得很复杂，把它写得很宽，把它写得很怎么样子，然后变化多端。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试一试反过来，就普普通通的铺在那里，很精致的一个和弦就铺在那里，起一个节奏的铺垫作用，然后让其他元素去变一变啊，训练一下我们的这种创意的写法也好，或者其他开发一下脑洞也好啊，其实对我们的帮助其实很大的。好，那么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要说的就是这首作品的一个特征，应该算是 Alex H 的特征，是他的有很多作品不是以8/8拍为一个乐句做停顿做变化的，他的很多作品是2个这样的8/8拍乐句，也就是16个8拍。16个8拍为一个大乐句大长段落，然后再去做变化，那所以听起来就会很长。所以我们看那个 Alex H 的很多作品动不动就是8分钟9分钟，然后你听它就非常的 loop 一直在那里啊。那像早期倒推个10年，大家对传统的 progressive 比较长有耐心去听完那还可以，那现在基本上连他自己都不怎么这么做了啊。我这几年也是没有怎么听过他的作品，但是以前偶尔听到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这么长啊，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里面的这个16个8拍，那它都在里面干啥了呢？难道就一直在 loop 吗？我们听一下。好，截止到这儿，哇，完整的这2个8/8，16/8的这个乐句这么长，那我们不太会觉得好像一直的 loop，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这首作品里面有一个非常抓耳的一个旋律线条在里面啊，旋律声部，同时它的和声也非常的巧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和声的进行啊，和声进行先是普通的1/5/4，那它的编排还是有点借鉴于流行的那种感觉。我们看听啊，先是1，然后5级，然后4级，然后循环这个1级、5、4，然后后面呢它就变成了6/5/4。我们发现这个音乐得到了一个情绪的推进，一个变化。然后当这个结束之后，它再回到1/5/4。所以我们会发现，哦，原来听了这么长，好像没有那么
太 loop 感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也有这个和声的一个变化在里面作为支撑。你试想一下，如果一直是154，然后重复4次，重复了那么久，非常久，重复16个8拍，那是什么感觉？肯定非常的 loop 了，对吧？所以这些也是让它的这个写法听起来不那么循环的其中一个原因。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尝试一下。只不过呢，它也对你的旋律写作或者是其他的会稍微有一点点需要讲究一下，考究一下。OK， 这就是今天我想通过这首作品分享给大家的3个点啊，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制作人们。好，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